正在进行的疫苗项目大概有100-200个，但是总体上可以分为4大类和8小类。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分哪几类，它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哪一种新冠病毒的疫苗最有可能提前上市，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制药公司放弃了传统疫苗的研发，转向重点开发新型的 mRNA 疫苗。用大白话聊有趣的科学，我是包包子。大家好，我是狗不理人也不理的包包子博士。今天我主要讲一下疫苗的分类，不过在此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疫苗是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疫苗通常是减毒的病毒、灭活的病毒，或者是病毒的一部分，例如病毒的某一个蛋白或者基因的片段等。由于它们对人体而言都是外来物，所以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就能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产生相应的抗体和调动免疫细胞来清除它。这就相当于一种军事演习，疫苗就是披着病毒的外衣，假装进攻的那一方，免疫系统就是防守方。等真正的病毒侵入人体之后，免疫系统经过了演习，已经认识了这种病毒，就可以快速的启动防御反应，从而清除病毒。一个有效的免疫反应应该是多层级的免疫反应，就像军事演习都是海陆空协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近期发表的一些关于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总是会提一句，这种疫苗既产生了中和抗体，又产生了细胞免疫。其中中和抗体就是一种蛋白质，它可以特意的结合病毒表面的某种蛋白，例如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也叫 S 蛋白。一旦中和抗体结合了刺突蛋白，新冠病毒就没法侵染人体细胞了，因为新冠病毒是靠刺突蛋白来打开人体细胞的。当然，你还可以这么理解中和抗体，因为中和抗体能够结合病毒的表面蛋白，阻止它侵入人体细胞。这个反应就类似于它中和了病毒的毒性，所以你可以把这种抗体理解为中和抗体。而细胞免疫就比较复杂一些，它既可以直接消灭病毒，也可以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去消灭病毒。所以说，疫苗如果能够诱导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和细胞免疫，就相当于激活了一套海陆空多方协同作战的免疫反应。论文展示这种结果，是想从侧面说明，我们这种疫苗可以激活很好的免疫反应，起作用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等你下一次再看到相关的报道之后，你就知道他想说明什么样的意思。OK， 介绍完疫苗是怎么工作之后，让我们来看一下疫苗的分类。这种分类不仅仅是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而是所有的疫苗都可以分为这几类。从大的方向来看，它可以分成4类：病毒类、病毒载体类、蛋白类和核酸类。其中每一大类又可以分为2小类，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们叫做4大金刚与8小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病毒类疫苗。病毒类疫苗可以分为减毒的病毒疫苗和灭活的病毒疫苗2个小类。减毒的病毒疫苗优点是效果好，毕竟是活蹦乱跳的病毒，最接近天然形态的病毒，只是它的毒性很小，基本上对人体无害。典型的代表就是消灭天花用的豆苗病毒和预防小儿麻痹症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但是它的缺点是开发起来比较慢，因为它需要不断的筛选毒性减弱的病毒，之前只能通过一代一代的培养病毒来筛选出那些突变了的毒性减弱了的病毒，现在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或者是基因编辑这一类的技术，人工改造病毒的基因来减弱它的毒性，相当于一种人工定向的突变。这种方法可以加速筛选的过程，但是整个过程依然还是比较慢的。二是毕竟还是病毒嘛，还是有几十上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与减毒病毒疫苗相对应的就是灭活的病毒疫苗，它的优点就是要安全一些，毕竟病毒都死透了嘛。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灭活的过程中，病毒的结构遭到了破坏，或者是病毒表面的抗原蛋白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它不是纯天然的活性状态，所以它能激发的免疫反应就没有活的病毒那么好。通常一次接种是没法激活足够的免疫反应的，这就需要接种那么2-3次。而对于应对新冠病毒这种突发的流行病，这个接种时间就有点长。再就是对于偏远地区的人而言，你召集他们接种1次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还想召集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某个地点接种第2次、第3次就比较困难了，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没法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免疫反应。
再就是病毒类疫苗的生产过程比较慢，工艺比较复杂，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培养病毒，一般是采用受精的鸡的胚胎来培养，或者是细胞培养，这是这类疫苗大规模生产的瓶颈之一。而且还要注意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除去其他对人体有害的杂质。接着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病毒载体类疫苗。现在进展比较快的，已经进入了3期临床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就属于这一类。其中进展最快的2个项目就是由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院和牛津大学开发的这2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其中一种用的是人体的这种腺病毒载体，另外一种用的是黑猩猩的腺病毒载体。它们都是先将腺病毒进行基因改造，让它们失去对人体的致病性，然后再将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插入到改造之后的腺病毒载体当中。当这种疫苗被注射进入人体之后，腺病毒载体就可以驱动刺突蛋白的基因表达，在人体内产生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或者是刺突蛋白的某一部分，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病毒载体类疫苗可以细分为2类，一类是这种病毒载体可以在细胞内复制，一类是不能复制。上面说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就属于不能复制的一类。而另外一种可以复制的就是埃博拉疫苗采用的改造过后的麻疹病毒的载体疫苗。这类疫苗的优点就是它们可以激活强烈的免疫反应，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很多人之前可能感染过用作载体的这种病毒，例如在中国就有很大比例的人之前感染过腺病毒，从而就会对这种病毒载体有一定的抗性，这种抗性就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第3类蛋白类疫苗。蛋白类疫苗也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将病毒的某一个蛋白或者是蛋白的一部分生产出来用作疫苗，例如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这类疫苗就是利用基因工程开发的乙肝病毒疫苗，它就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生产一小段乙肝病毒的表面抗原蛋白，然后再纯化出来注射到人体内，从而激活免疫反应。它的优点是安全，毕竟它只是一小段病毒的某个基因的蛋白。缺点是单次接种没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需要多次接种。像乙肝疫苗通常需要打3针，这个耗时就比较长。还有一类就是病毒样蛋白颗粒，这种方法是生产出整个完整的病毒空盒，不含病毒的 RNA 或者是 DNA。它的优点是既安全也能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但是缺点是生产难度很大，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之前在烟草生产新冠病毒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可以去瞅一眼。最后一类是核酸类疫苗，核酸类疫苗也可以分成2类， DNA 疫苗和 mRNA 疫苗。它们就是直接将编码病毒某个蛋白的 DNA 或者是 RNA 送入人体细胞，让它产生病毒的这种蛋白或者是蛋白的一部分，从而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由于其中的 DNA 疫苗可能会进入细胞核，就有一定的概率整合到人体的基因组当中去，所以这个可能在安全上还不是很成熟。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新冠病毒 DNA 疫苗的成果发表。不过相比较于 DNA 疫苗， mRNA 疫苗就更受关注，而且进展迅速。因为是 RNA，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整合到人体的基因组当中去。在这100-200新冠疫苗的项目当中，跑在最前面的几种疫苗当中，就有2种 mRNA 疫苗。它的优点是容易开发，只要拿到病毒的序列之后就可以开始开发了，不需要等到病毒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 mRNA 疫苗可以率先进入临床试验。二是它可以持续在体内扩增，产生抗原蛋白，从而可以激活强烈的免疫反应。如果顺利的话，最好接种1次就可以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毕竟1针灵可比3针灵要节约好几个月的时间，这就方便很多，而且可以节约剂量，这一点在目前很重要。3是它还不用担心之前人体对它已经有了一些抗性，因为虽然都是在人体内产生病毒的某个蛋白，但是它和病毒类载体疫苗不同，它不是靠载体驱动的，所以不用担心人们先前感染过某种病毒，从而对载体产生抗性的问题。4是它容易大规模的生产，我想做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试验的都应该非常的清楚，合成 DNA 和 RNA 可比表达纯化蛋白质要简单太多太多了。它也比其他病毒疫苗需要用到鸡胚胎或者是细胞培养病毒要容易得多。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它是一种全新的疫苗，从来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不像病毒疫苗那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也正是因为它有以上的优点，所以有些国家和顶级的制药公司这一次就摒弃了传统疫苗的开发，转向重点开发这种新型的 mRNA 疫苗。说白了就是它很有前途，也有前途。从目前看来，我个人觉得最有前途的，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疫苗，就是这种 mRNA 疫苗。如果这次 mRNA 疫苗研发成功了，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再爆发像新冠这一类的流行病，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开发出相应的 mRNA 疫苗来保护我们。此外 mRNA 疫苗也被用作开发癌症疫苗，如果这次能成的话，后面会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商业价值。我看到有些自媒体谈到疫苗的时候，总喜欢刷大国竞争和民族自豪感，确实能够获得很好的播放量，甚至是100万级的。但我个人觉得疫苗的竞争主要是各大公司对商业利益的竞争，没有必要扯到那么高的层面上去。毕竟做的是科普类节目，而不是说相声。我知道说相声会通过骂某些国家和政治人物来引爆全场，但我觉得没必要。毕竟我们常说科学要尽量避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我个人觉得科普也要尽量少夹杂一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最后我再说一下哪种疫苗最有可能率先上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现在已经进入了3期临床的那几种疫苗，其中包括腺病毒疫苗、mRNA 疫苗和几种灭活的疫苗，所以它们应该是第一批最有可能上市的疫苗，之间相差应该不会太远。据报道，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印度已经开始生产牛津大学研发的腺病毒疫苗了，预计到11月份3期临床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生产3亿剂的疫苗。所以这个可能是最有可能第一个被人们用到的疫苗。接下来就看谁的3期临床更有效，谁能最快的大规模量产，谁用的剂量最小，谁接诊的次数最少，谁的有效期最长，谁的更便宜等等，这些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看到有些人表示不愿意接种第一批疫苗，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第一波接种，我太渴望能够自由行走了。最后欢迎留下你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我再假装很多人会看到这个视频的说一句：科普频道不谈政治，只谈科学。谢谢大家。好了，今天的 BB Science 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有一点收获的话，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并点赞和分享。我会持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有趣的科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